跟我一起看大联盟的比赛的时候，我才发现了运动员对失误率其实有不同的看法。Hello， 今天想要跟大家谈一下的是演奏的时候会怕出错的这一个心态。先讲了一些以前发生的事情。以前我们有一次开班级音乐会，这应该是发生在大一、大二的时候的事情。大家好像不是很用心，不是很用功吧，就是大家表现的不是很好。我跟我的同学就吹了双簧管二重奏，然后我没有挑特别难的曲目，所以并没有花很多时间练习，就都没有出错。后来我回宿舍的时候，我就听到大家说：“老师觉得我们大家表现得很不好，就是听说很生气、很不高兴。”然后我就回了一句说：“哦，那还好，我都没有出错。”意思是说他不高兴应该不干我的事，我是表现得没问题的那个。结果呢，就一阵沉默。然后我也想说，我搞不清楚为什么，就一阵沉默。反正我跟我同学关系没有很好，所以我就大家一阵沉默，大概也是又不高兴了吧，我就走掉了，去做我自己的事情。结果后来我们这个双簧管二重奏的这一组并没有被选上，所以我想以这个结果来看的话，导师应该是也不喜欢我们的双簧管二重奏，也觉得我们程度不够好。可是以我的看法来讲的话，我搞不清楚是哪里不好，就是也没有明说你的曲目难度要到哪里啊，然后我们也没有出错啊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哪里不好不满意。总之就算了，也没有人来跟我直说，可能背后有说什么，可是我不知道，我也没办法。后来到了应该是大三、大四，我们大家快要毕业、接近毕业的时候吧，我不是很确定。我们的导师他办了一场独奏会，我们大家去听他的独奏会，然后他就在台上大忘谱，然后在那里试了几次都弹不出来，然后整个停下来，大家也都看得出来他就是在台上忘谱，很不知道怎么办的状况。然后就有一群跟导师关系很好的人就在台下讲好了，说喊1、2、3，然后大家一起喊加油这样子，然后他们就导师加油，类似像这样子。然后我心里就想说，如果在台上我忘谱的话，还听到台下的人这样子喊加油，其实大概是我更惊吓吧。不过这是他们表现感情、表现关系密切的方式，所以也就还是一样不关我的事。不过我这里想要讲的事情是，出错这件事情，或者是演奏的标准这件事情，到底标准在哪里呀？他要发我们的脾气，觉得我们演奏不好。我觉得要具体的讲一个说，我觉得你们大家练习量不够。可是因为我们读的本来就是师院是音乐教育系，我们的特教法啊、美教法啊、体教法啊、数教法科目很多，然后我们甚至体教法，我们还要在地上翻滚，所以这些事情就不是一个音乐系的教学课程啊。所以对我们的标准其实跟音乐系那种强调演奏的标准不太一样。例如说我的长笛老师他是读东海音乐系的，他就跟我讲他们上了哪些课，这些课我们就没有嘛。所以我们本来的练习演奏风气跟时间就没有那么多嘛，我们被排了很多其他科目是教国小需要用到的普通科目嘛。所以如果导师不喜欢我们的是我们的练习量不够重视音乐的话，那还是要表达，也要明说。但是如果他明说的话，我也会希望他了解我们读的是音乐教育系，不是音乐系。那如果我们要说出错这件事情的话，我就会觉得，如果你上台自己都会出错，那你可以体会到那些出错的人的心理，那你为什么要对出错的人发脾气呢？如果可以对出错的人发脾气的话，那你是不是要先对你自己常常发脾气呢？而且上台忘谱的这件事情，不是任何人事先会知道的吧？我会今天事先说我知道我等等会上台忘谱，然后很开心吗？也不会啊。所以我就是有一点觉得他不知道在生什么气，他要生我们的气也没有跟我们讲清楚，只是传个话，让人家来跟我们大家说他很生气，然后他要自己上台，可是他自己也是会失误啊，那失误就不要生气，就是这是我一个不太了解的教育逻辑，所以不好意思，这个故事讲得这么混乱又这么久，因为我整个觉得
懂这个逻辑。我想要跟大家讲我的逻辑，我想要跟大家说，对于失误率这件事情，我前年跟我老公一起看大联盟的比赛的时候，我才发现了运动员对失误率其实有不同的看法。举例而言，他们一个很厉害的投手上场投70球，有可能前20球都不是最好的状态，心态跟状况渐渐进入上场的感受的时候，中间会有30球或50球是非常好的，可是后面又因为肌肉的疲乏，后面几球可能又不好，所以他们就再换投手。所以你看，我们要说失误率或者是说打击率好了，这个跟我们要求弹钢琴的人不要弹错音，一个错音都没有，这个是一样的衡量标准嘛，就是我们的正确率要100%，可是他们的失误率是可以被接受，有一个 range 的，他们不会因为说我永远达不到那个100%的成功率，所以我就不要进大联盟了。我觉得上台丢脸，我不要在全国面前比赛，我不要在全世界面前比赛了。没有运动员是这样子过日子的，可是很多音乐人是这样过日子，因为怕弹错音，所以不敢上台弹；因为怕弹错音，所以坐在琴面前先紧张。所以我要讲的事情是，大家对于弹错音的这个恐惧，已经胜过了对音乐的美的期待跟追求的爱好了。我觉得这样是不健康的心态。我不是说弹错就随便弹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我们对音乐最重要的是追求它美的感受，而不是追求它的完美。这两样不太一样，所以这就是今天想要跟大家讲的事情。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